你有过这样的经验吗？在晚餐时间却吃到一份让人感动的早餐。我从来没想过会在台北市中心一家不起眼的巷弄小店里为一盘小菜而感动不已。感动的不只是味道，而是那份祖传的佛心价格。在寸土寸金的城市里实属难得。这一集我们回到了久违的台北后火车站，原本只是想找那份熟悉的好味道，结果因为一个小插曲，意外展开了从后火车站一路吃到宁夏夜市的美食冒险。从那菩萨心肠的面店开始，到夜市里6家诚意满满的小吃，每一道都让我们再次感受到台北的温度就藏在一碗面或是一口汤里。这集诚心推荐给热爱探索台北美食的你，因为就连我们这些常拍美食的人，也被这些味道深深感动。我们现在来到69年老店面摊挂号米粉汤，这间店呢，其实它开了已经不只是69年了，只是他们想到说要把这个店放上名字的时候呢，当时是开了69年。但我刚问老板，其实现在已经70几年了，很多好吃的店就是这样，它其实都是没有名字的，但是呢，没有名字呢，还能一直被大家记得，就是厉害的店。我跟你讲，它就在巷子里面的巷子里面。我点了一碗小碗的麻酱面，然后等一下要先来吃这个，不然它快要干掉了。为什么我要点这麻酱面呢？是因为我在评论上面看到有一个人说他加这个辣味噌非常的好吃，可是我后来就发现说桌上好像没有辣味噌，那个应该是日本人写的，日本留的那个评论，然后他把它翻成辣味噌，其实就是辣椒，拿给大家看。桌上有2种辣椒，不过我觉得应该是这一个。它的麻酱本来就很香很浓郁了，加上一点淡淡的咸味，我觉得是那种一整碗吃下去呢，你也不会觉得腻的口味。那你先加一下辣椒。好，这个辣酱啊，它的辣感没有到非常的重，但是呢，它有一点甜味在里面的，所以有点甜辣酱的感觉，放在面里面真的是很好吃。这个绝对是自己调的，因为我没有吃过这种口味的，有类似，但是这是自己调的味道。它的麻酱面算是非常的浓稠，很香，很好吃。来试一下这个小碗的米粉汤，哇，看这个大骨汤啊，你看白白的，非常浓稠。对啊，喝一下。其实我刚才已经偷喝过了，是我喜欢的那一种，而且它的米粉很 Q， 很粗，对，很有口感。我很喜欢吃那种喝下去会有怎么讲米粒感的感觉。对，它的米香非常的浓厚，然后再来是因为这一家店呢，它其实营业的时间还蛮长的，从早上7点多开始呢，到晚上的就是晚餐时间的时候结束。那我觉得如果你早上呢起来喝到这碗米粉汤呢，你真的会哇一整天活力满满，没错，元气满满。我最喜欢米粉汤加一些胡椒粉，这样更香。不小心加太多的话，你那天就会醒得特别的快。他们家的调味料都选得很好，真的都是你加下去呢，他们家的东西就有灵魂了。我们刚刚都还没跟大家讲它的价格，我真的是看到价格吓一跳，因为我们在新竹以北啊，从来没有吃过价格这么便宜的小菜。它的这个面呢，其实也不贵，小的麻酱面40块，然后小的米粉汤30块。这个猪舌超级惊人，虽然说有比较小份，它一份就是25块而已。我跟大家讲，因为它价格太不一般了，我一直记不起来。我刚刚就一直记得猪舌应该是50块，就算是50块呢，也比一般你能买到的大概70到90块的便宜了许多。结果刚跑就拍菜单啊，才发现说它猪舌的一份是25块钱，有够扯的价钱。那其他的呢，像是比如说豆干、海带、卤蛋、米血、萝卜油豆腐呢，是一个15，任选2个25。然后还有呢，猪皮一份是30块。然后我们点了生肠的话呢是40块，还有比较贵的像是嘴边肉啊、干莲肉啊，一份就是50块而已。先从猪舌开始，
刚吃猪舌呢，我觉得稍微有点比较硬一点点，有可能是我们放太久了，有点冷掉。那其他的像猪皮啊、生肠啊都很好吃，没有任何的腥味，然后它的口感呢也是非常的棒。我觉得这个就是均价在台北的小菜半价以下了，然后这个水准是很高的。我个人猪手我蛮喜欢，因为我觉得它蛮脆的啊，因为你喜欢吃那种软软的猪舌，对。小菜里面我最惊艳的就是萝卜，它里面呢饱含了汤汁，很像那种关东煮的高汤感。整体而言，就是如果我住在附近的话，我会超常来吃。那就算不是住在附近呢，我路过呢，也有可能是会专程绕过来。我跟你讲，不止价格是月底救星，我觉得这是我灵魂上的救星。我们刚刚结账，总共才190，小菜吃得很满足，然后其实呢，饱度也是稍微有一点。我们2个人吃，太划算了吧？我跟你讲，我刚刚看到老板发出佛祖的光芒了，他们那个佛心啊是祖传的。哦，对，而且呢，态度也都非常的亲切。对。这一间是福珍排骨酥汤。我们之前呢有拍一集后火车站的美食，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漏掉了这一家，被大家一直念说竟然没有来吃这一家，成为那一集最大的遗珠。没错，那这一家呢，它其实也是超过40年的一个算是老字号了。然后它比较特别的一点是呢，排骨酥分为清汤跟羹汤。那因为我自己呢个人是比较喜欢喝清汤，所以我今天点了一个排骨酥清汤。我觉得这个很贼因为我现在点了清汤，对，你就会看别人桌子上那个羹汤的。我是不会啦，可是2碗又有点觉得吃不完，太多。就先从它的羹汤，清汤来试试看。哦，不错它的清汤呢充满萝卜的香甜味，真的非常的棒。我来吃一下排骨酥，它的外表呢看起来是很酥脆的样子，不过放到汤里面已经不会刮口了。那它整个肉质呢就是柔软的，可是又不会太过的烂，所以我觉得它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很好吃。它的肉啊非常有肉感，咬下去满嘴都是那个排骨的肉。这很难得，因为我们大部分会吃到有一些是粉很多，它的粉的比例大概就是10%到8%之类的。萝卜也是炖得很烂，基本上呢放到嘴巴里面很快就化开了。我跟你讲啊，它这种汤啊要好喝啊，一定要萝卜够好吃，排骨够好吃，这2种甜啊合在一起，那个汤的甜才会是最完美的，精华都在里面了。看评论上很多人，大家呢都是点卤肉饭啊，然后跟排骨汤这样子一套。可是呢，我吃下去觉得说，这个不是我喜欢的路线，但它的红葱还蛮香的。下次我来呢，我应该会直接点清汤面。其实你喜欢吃那种带甜的那一种卤肉饭。白菜卤呢，也是大家来这家店呢会点的一样菜。那这个白菜卤呢非常之甜，我觉得它有保留它的口感啊，跟甜味全部都锁在里面的，这个一定要点起来。福珍的排骨酥汤，我个人觉得真的是蛮独树一格的。如果能够再来一次的话呢，我会选择点好几碗排骨酥汤。这一家是米苔木粉果冰，非常的古早味哦。我刚刚问了一下老板娘，很多东西她都是自己亲手手工做的。然后呢，我们在菜单上面看到一个东西蛮特别的，叫做爱玉子，你被它吸引住了。然后问了半天呢，老板是想要强调那是他手工的
天然的爱玉，而不是那种加工厂的爱玉。他去买爱玉籽回来搓的这样子，哎，现在很难得呢。重点是，我觉得手工的米苔木冰呢，已经很少吃到了。但是呢，现在已经开始进入那种天气冷的时候了，它还是照卖哦。冬天也是吃得到的。对，他说他冬天有卖，因为这些东西全部都他自己做，所以有些人是可能只能卖夏天而已，那他就是四季都有。哦，先来吃一口。我跟你讲，我每次看到那种米苔木冰啊，我都受不了，因为那种东西就是很难得，好好吃哦，尤其是这种手工做的更好吃，它就完全可以知道它米香，然后它也不会太 Q， 就是一种你小时候会怀念的那种味道。我跟你讲，我第一次看到米苔木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好不搭嘎，因为是热的东西放在冰的东西，结果我吃了一次超惊艳的，就可以吃到那种古早味，然后那种纯手工的感觉。小时候你们家都不会弄这个吃吗？对，我跟你讲，大家只要经过有看到这种东西就吃就对了。我好怀念小时候，阿嬷都会去市场里面买一包一包的米苔木，然后回来自己调汤水、加冰块啊，放在冰箱里面就一锅一锅的。我跟你讲，现在在台北是非常难买到一包一包这种东西的。这个荤桂的口感也是非常好，是那种软软 Q Q 的，因为我们现在在外面很多吃到荤桂呢，都是结实的，我很喜欢这种传统的。它的东西都非常传统，每一个料都非常好吃。我刚刚吃那米苔木也觉得好惊艳哦，它也吃得到那种米跟米苔木中间的那种介质的感觉。怎么会连豆花都这么赞啦？它是可以吃到那种豆花里面啊豆的那种沙沙的感觉，然后豆香很浓郁，真的连豆花都好好吃哦。这豆花我们两个吃都超惊艳的，因为它有一种很像好喝的豆浆啊，里面会有一点点那种锅气感，微微的焦味的感觉。对对对，它真的是带那个很浓的那种豆浆。灰啦，不能说是焦。而且它那个很滑嫩，可是又非常的扎实。对，哇，很好吃哎。花豆是亲切的老板娘傻避暑。其实这一碗呢，米苔木冰50块，它是包含米苔木在里面，你可以选3种料。然后因为现在已经接近了，就是他老板娘要休息的时间了，所以他就是送我们一点花豆，他就说你这样子加下去哦，keep 姐这样。它花豆很大颗，很饱满哎，每一样都好吃。豆沙胶囊。我们当初是被它的米苔木冰招牌给吸引的，那进来呢当然是有所期待，没想到它还超过我们的期待，甚至呢超过了我们吃到这么多冰品名店的感动。那整个东西呢，我们觉得有100分，可是老板娘非常的亲切，再加10分，它的满意度呢破表。超喜欢这间店，好好吃哦。这一间是四海豆浆大王，在台北呢有许多叫四海豆浆大王的店，但我不确定他们之间有没有关系。但这一间呢，绝对是最有名的一间。那在这个附近呢，其实因为外国游客也很多，所以有很多外国游客呢会到这边来吃东西。我们来试试看，好，这个什么咸豆浆非常有名，我刚刚看它在冲，觉得哇一定很好吃。咸豆浆呢，你光摸它的温度都知道非常的烫，然后喝下去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好像是很多的豆腐花在你的嘴巴里面跳舞的感觉。那光看它卖相就很好。我跟你讲，我小时候呢跟我爸常去吃早餐，我就看到点咸豆浆，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办法理解怎么会有人喜欢吃这样的东西。可是现在我就是不能说长大，年纪越来越大，我也渐渐能够体会它的美味。这一碗呢，我觉得绝对是咸豆浆之中的佼佼者。天花板呢？我觉得不是你
不喜欢吃，是你没有真正吃到好吃的，今天你就吃到了。你不能这样说，因为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一家店啊，它现在也是大名店了。我必须要对这个咸豆浆感到陌生的人说一句：如果你第一次就是吃到这一家，我真的不知道该感到高兴还是感到不高兴。因为如果你第一次都吃到这个，你以后吃到就会觉得这好像少了什么东西。这也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我刚刚是很惊艳，很像在吃很好喝的豆腐汤，也很像很好喝的味噌汤，那种感觉全部都是混在里面的。它就是那种好像有咸咸的高汤感，然后呢，豆花的感觉就是搅碎了在里面，所以有豆香，又有那种好像高汤的香味。然后那个酱油又咸得很舒服，这样。然后再来是里面的油条啊，还有葱花也搭配得非常得意。真的超好吃的这一碗，又浓郁又清爽，不知道该怎么说它。忘了跟大家说，我这一碗是有加蛋的，推荐大家加下去。好好吃哦。这个烧饼油条呢，也是评论大家说必点的东西。刚刚就是咬到一点点那个油条的头啊，稍微有点刮口，可是吃完之后觉得，就是好想再来第二口啊。它就简简单单的，没有什么太多余的味道，一点点盐巴去调味而已。可是因为它不会太油腻，所以让你就是不自觉就一口接一口想要把它吃掉。也是非常好吃我觉得有到90分的好吃。刚刚讲油条而已，接下来讲烧饼也是一模一样，它就是你心目中呢想要的、喜欢的那种样子的100分程度。我很喜欢它上面芝麻的那种香气。这个也好好吃哦。我很久没有在早餐店吃到这么好吃的烧饼了，平淡无奇却很好吃。饭团也是这间店的必点之一。你看它的米粒啊，粒粒分明，而且每一颗米粒啊都这么长。我跟你讲，它还透露了那种晶亮的样子。放到嘴巴里再说。哇，这是一颗你光吃到米都会想要掉眼泪的饭团，好好吃。然后里面呢，它这个油条啊，跟刚刚烧饼油条的油条又不一样了，可以看到它用心的地方。这个饭团里面使用的是老油条，更增加它一个口感的酥脆度。然后里面的肉松呢非常之咸香，酸菜呢就是综合了一个给你一个解腻的效果，这样子。这颗饭团也是非常的优秀。我最惊艳的是你刚刚拿给我吃的时候，我不小心碰到米粒。我平常在吃饭团的时候，碰到那个饭团的米粒的时候，我都会怕手油油了。结果没有，它超干爽的。我跟你讲，它里面的油条很油香，可是它外面的饭却没有那种油腻感。对，不会透出来。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很喜欢，很喜欢。这一家店呢，是我觉得不管你在一天之中的哪一个时段去吃到，你都会觉得超感动、超疗愈的一家店。特别是我们前面已经吃了好几家有吃面吃饭了，到这里还可以觉得它这么的好吃。我刚刚其实有点饱了过来，然后吃下去还是一直滔滔不绝。我们还在犹豫说饭团到底要不要点，还好有点，超好吃的。这太过了吧？这是什么啊？教我怎么做小吃吗？这一间是富阳锅贴水饺专卖店。奇怪了，我们现在在宁夏夜市里面，你不是说这一集是后火车站特辑吗？这会有点太后了点。没有，我跟你讲，因为我们今天出门晚了，然后刚好工作耽误了，然后有些店关了啊，我刚好经过，然后今天宁夏夜市人算少，虽然我跟你讲，如果第一次来看到这个人会觉得超多，可是这是我大概这2-3年内看过最少人的一次了。我觉得是这个礼拜啊，就是下了1个礼拜的雨，然后所以大家今天突然稍微放晴了一点，大家还不知道要出来。这间富阳锅贴是我以前来宁夏夜市很爱吃的一间，重点是我最近吃太多八方鱼子，很想要吃这种另外这一种锅贴。好，我们来试一下。这间锅贴的底蛮脆的，然后我吃下去的时候觉得，它的皮有厚度是有的，但是呢吃起来不讨厌，它皮是那种像来来水饺那种滑滑的皮，但是不会吃起来粉粉的，所以就是皮厚一点呢，还是吃起来觉得蛮喜欢的，还不错哈。嗯。我跟你讲，它这一间锅贴
蛮油的，可是它就是有那种吃那种很油的锅贴的那种爽感，因为有一些是会腻，可是它就是爽。对，目前因为它刚起锅啊，温度还很热，所以油一点的话，我也觉得还是 OK， 油香油香的。你看这个内馅啊，一看就知道鲜嫩鲜嫩的，很鲜甜，然后它加上那个韭黄啊，有一种清新感，很不错。来吃一下招牌红油抄手，一入口啊，它先来给你的酸溜溜的感觉，然后接着呢，这辣椒炸弹就来了，好呛好呛啊！这间呢，他们的红油抄手也是招牌之一。那我喜欢吃它的锅贴啊，红油抄手我没吃过。抄手的内馅呢也是非常鲜甜，可是我觉得它的那个酱汁呢，就是口味稍微有点重，把那个内馅的鲜甜给盖掉了。然后再来，我发现一件事，就是我只要吃到对我来说过辣的东西，我的身体就会开始起一些反应。比如说我现在就开始一直打嗝，但辣度呢，其实我还是可以接受的，非常的香。其实它这个皮我觉得有点介于水饺跟馄饨之间，对，属于蛮厚，可是蛮好吃的。它都是属于那种滑溜滑溜的皮，所以你很容易的一下子就入口的。哦，我觉得如果这间如果人不多的时候啊，你可以来吃一下它的锅贴，我觉得真的还蛮好吃的。这是我难得吃到皮厚却很好吃的锅贴，在这里呢，皮厚绝对不是一个贬义词。这一家是环记麻油鸡，已经是80年的老字号了。还有我们的观众呢，虎哥一直跟我们推荐这一间，他推的通常都不会有错。然后我刚发生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就是这间店呢开到现在，它只剩下鸡佛跟猪心2种东西了，其他东西都卖光光了。那我就很好奇，查了一下它的营业时间，它是营业到午夜，现在才9点，它就没东西卖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今天是礼拜1，可是上面写的是公休，但是它却有开，太神奇了！而且我跟你讲，因为最近有一间，最近不是猪肉的问题嘛，然后有一间那个麻油腰花的老店就休息了，这样子，这竟然还有开，所以就看到就特别想吃。这间店大家都是推他们的麻油炒猪心、猪肝，还有麻油腰子。还好我们还有剩一个招牌可以选择。我跟你讲，我上次就是因为吃了那个万华那个大理福德宫对面那个热炒的麻油腰花，我觉得这东西真太美味了。哦，这猪心啊，一点腥味都没有，然后呢，很脆甜，又带点咬劲。很喜欢，跟我一般在那种黑白切吃到的猪心口感完全不一样。除了猪心好吃之外啊，它这个麻油的口味也很棒，非常的浓郁。我刚刚已经吃得非常饱，可是我有一种冲动，想要再来一碗白饭。因为我刚才吃了一口，整个胃又开了。我们观察了一阵子，只剩下猪心跟鸡佛的时候呢，10之8九的客人都被劝退了。但我觉得这2样东西呢，已经算是蛮好吃的东西了，表示说哦，它的我觉得可能腰子跟麻油鸡特别厉害，会让我下次想要再来尝试。我们的虎哥说啊，那个卤肉饭更好吃啊，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可是我们看今天已经吃过了，行不行？那个淀粉量已经超标了。之后有机会再试试看别的。我们这个酱汁也非常的下饭。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还蛮难得的，因为我们已经在台北呢拍了这么多集，吃过这么多东西了，没想到呢，今天这一集还能碰到这么多能激起我们热情的东西。我们今天的名单里面呢，有不少是老字号，而且呢是具有佛心价的老字号，这个在台北呢真的是非常的难得。我觉得今天最难得是我们几乎没有排到队，因为大部分我们今天吃的蛮多店家平日是要大排队，甚至像宁夏夜市啊。我们今天也是看到哇都不用排队，我们就进来吃，就发现说，这时候吃什么东西都是最好吃的。因为有时候到这些比较观光的地方嘛，大家都会说啊东西不好吃，其实人一多就不好吃，但是人少的时候，你大部分可以吃到他们最厉害的那个原味。所以你要抓紧这些时机呢，看到人少就赶快进场。对，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大家拜拜。